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吧，就在不久之前，一个伟大的神迹刚刚发生，在加利利海边，天色渐晚，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听了耶稣的教导，还亲眼见证了他只用了5个饼和2条鱼，就喂饱了在场所有的人。这可不只是一顿饭那么简单，这绝对是一个足以改变一切的时刻。当时，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了那种前所未有的激动，他们的眼睛里真的可以说是闪烁着光芒。没错，这个神迹一下子就点燃了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那个希望。他们立刻就想起了古老的预言，想起了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的时候，摩西曾经为他们从天上求来了玛纳。那么今天，眼前这位能用区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就喂饱成千上万人的，那不就是他们日夜期盼的那位先知，那位应许中的弥赛亚吗？这个念头像火一样，一下子就在人群里蔓延开来，变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他们的希望啊，很快就膨胀成了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宏大的计划。你看，他们开始想象，如果由这位大能的先知来统治，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上王国？一个不再受罗马人压迫，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度，一个真正流着奶与蜜的乐土。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他能医治战场上所有受伤的士兵，能像今天这样奇迹般的为整个军队提供粮食，他一定能带领他们征服列国，把那些可恨的罗马人赶出去，恢复大卫王朝曾经的荣耀。这种热情啊，很快就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他们看到耶稣总是那么谦卑，从来不去追求世俗的尊荣，这反而让他们感到很焦虑。他们就担心，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可能会错失建立王国的最佳时机。所以，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在人群中形成了。他们要用强行的方式拥立耶稣为王。就在此刻，就在此地，不能再等了。但是耶稣完全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他知道这场由人的热情所驱动的政治运动，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不仅会立刻引来罗马军队的残酷镇压，让无数人流血牺牲，更重要的是，这会彻底阻碍他真正要建立的那个国度，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属灵的国度。所以，这个行动必须立刻被制止。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耶稣非常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转向他最亲近的门徒们，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和权威命令他们马上上船渡到湖的对岸去，回到加百农。他要独自一个人留下来，面对这群情绪已经非常激昂的民众。耶稣的这道命令对门徒们来说简直就像是晴天霹雳。他们盼了那么久，梦寐以求的时刻，他们父子得荣耀的时刻，明明就在眼前了。可现在，耶稣却要他们亲手把这团火给扑灭，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夫子独自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岸上。这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也真的很难接受。门徒们呢，当然想争辩呢，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开。但是耶稣用了一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带着神圣威严的权威向他们讲话，他们立刻就意识到任何进一步的反对都是没有用的。于是呢，他们只能带着满心的困惑、失望还有不情愿，沉默地转过身，走向了海边。等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随即就转向了那群激动的人，他的眼神和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超越世上所有君王的权威。刚才还喧闹鼎沸的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那些正准备上前来拥立他为王的人也停住了脚步。他们拥立耶稣为王的计划就在他那种平静而又坚决的态度面前烟消云散了。他们默默地服从了，然后各自散去。夜幕降临了，人群也都散尽了。耶稣独自一个人上了山，在那种孤寂和黑暗中，向天上的父倾心吐意。他的祷告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刚刚带着满心困惑离开的门徒们。因为他知道，一场比海上风暴更猛烈的风暴即将在他们的心中刮起。耶稣为他的门徒们心痛啊，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对于一个地上王国的期望，很快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他们将要看到的，根本不是荣耀的王冠，而是羞辱的十字架，那才是他真正的加冕礼。但这对于门徒们来说，将是他们信心所要面临的最大考验。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帮助和光照，他们是肯定会跌倒的。他为此感到忧伤，恳切地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而同时呢，在海边的门徒们还在犹豫。他们虽然上了船，但没有立刻开船，在岸边等了又等，心里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盼着耶稣能够回心转意，过来跟他们和合。但是夜色越来越深，耶稣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他们只好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和不解，划动船桨，向着对岸的加百农艰难地驶了过去。在那摇摇晃晃的船上，湖面上一片漆黑，这种黑暗仿佛也渗入到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绪就像波浪一样翻滚不休。他们开始自责，我们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呢？为什么我们不更坚决一些？是不是我们太软弱了吗？我们是不是就这样错过了建立他国度的最好机会？这种强烈的失望情绪就在黑暗的湖面上不断的发酵，最后呢，就演变成了一场怀疑的风暴。他们想不通呢，为什么能行这么大神迹的夫子，却要忍受法利赛人那样的辱骂和敌对？为什么他不彰显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他们现在这种颠沛流离、充满艰辛的处境呢？甚至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先锋施洗约翰都救不了，任由他在监牢里惨死？你看，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在他们疲惫又失望的心中疯狂地生长。他们越想越乱，越想越觉得无法解释。最终，一个他们自己都感到恐惧的可怕念头就这么浮现了出来：难道法利赛人说的是对的？难道他真的是个骗子吗？就在他们心中的风暴愈演愈烈的时候，一场真实的物质的风暴毫无征兆的就从天而降了。加利利海上空的风云突然变色，狂风怒号，平静的湖面瞬间就卷起了滔天巨浪。刚才还在彼此埋怨、私下怀疑的门徒们，此刻只能抛下所有的杂念，拼尽全力与风浪搏斗，在黑暗里求生。平时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航程，现在变成了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他们被风浪推着，离目的地是越来越远。到了夜里4更天，也就是大约凌晨3点到6点之间，那是一夜之中最黑、人也最困乏的时候。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些经验丰富的渔夫终于放弃了希望，在绝望之中，他们开始想念那位被他们留在岸上的夫子。可是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一道微光穿透了黑暗。一个模糊的人影正踏着那翻腾的波浪，平稳地朝着他们的小船走过来。但是极度的恐惧和疲惫让他们完全无法认出那是谁。他们竟然把这位前来拯救他们的救助者当成了预示着死亡的鬼怪。那种无边的恐惧瞬间就压倒了一切，他们惊声尖叫，甚至因为恐慌松开了手里紧紧握着的船桨，任凭小船在风浪里飘摇，随时都可能倾覆。那个身影似乎正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就在他们发出绝望呼喊的时候，一个他们无比熟悉的声音奇迹般地穿透了风暴的怒吼，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恐惧瞬间就变成了无法言喻的狂喜。一向冲动的彼得好像还想再次确认这个不可思议的现实，他朝着那个身影大声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的回应简单而有力，充满了邀请：你来吧。彼得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经历了一次瞬间的极致的考验。当他定睛望着耶稣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真的像他的夫子一样稳稳地走在了水面上。但是当他下意识地回头，把视线从耶稣身上移开，转向周围那肆虐的风浪时，风浪的恐怖立刻就淹没了他，他的信心动摇了，身体也跟着开始往下沉。
就在即将被那冰冷的巨浪吞没的一瞬间，彼得的本能让他再次把目光从愤怒的波涛中转回到耶稣身上。他发出了最简单也是最迫切的呼喊：“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伸出，就在那波涛之上稳稳地抓住了他。在狂风之中，他们手拉着手，一同走在水面上，回到了船上。这个时候，耶稣才温柔地问他：“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这个瞬间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正如经上所记：“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耶稣的拯救从来不会迟到，他绝不会呼召我们跟随他，却又在风暴中把我们丢弃。耶稣正是要借着这次的经历，让彼得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最自以为是的刚强、勇敢和冲动，恰恰是他最致命的弱点。他真正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他自己，而应该单单来自对耶稣全然的信靠。这个功课将为他未来所要面临的更大考验做好准备。当耶稣踏上船的那一刻，风暴瞬间就平息了，咆哮的巨浪也变得温顺起来，而他们的小船也奇迹般的立刻就抵达了他们原本要去往的岸边。这一夜的恐惧、怀疑和挣扎，在黎明的曙光中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不仅是一次危险的航行，更是一堂刻骨铭心的信心功课。经历了这场里里外外的风暴之后，门徒们俯伏在耶稣脚前，他们的心中再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怀疑，只剩下全然的敬畏和确信。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个夜晚的故事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身处人生的风暴之中，我们的眼睛是选择定睛于脚下汹涌的波涛，还是选择仰望那位唯一能够平息风浪的主呢？